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那么喜欢钓鱼的原因终于找到了。程毅为什么那么喜欢钓鱼？这次好像真的被大家破案了，而且这个答案还带着一点点可爱的浪漫意味。翻到他很早之前的一段采访，主持人让他画出粉丝在他心中的样子。很多人可能会画人像、画笑脸，或者写一些形容词，但程毅的反应却特别简单，直接他画了2条小鱼。这个选择本身就很有意思。更让人心动的是，当被问到为什么会觉得粉丝像鱼时，他的解释一点都不复杂，却异常温柔。他说：“希望大家都能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过自己想要的人生，每天都开开心心，就像小鱼在大海里那样，无拘无束地游来游去。”这句话其实已经把他的内心世界说得很清楚了。对他来说，粉丝不是需要被束缚、被定义的存在，而是一群应该拥有各自生活、各自方向的人。他更在意的不是陪伴他，而是过好你们自己的人生。这种表达在娱乐圈其实并不常见，因为他某种程度上是在主动放手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大家再回头看他喜欢钓鱼这件事，就忍不住产生了一种很有趣的联想。原来他不是单纯喜欢钓鱼，而是在钓果果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带着明显的粉丝是浪漫解读，但偏偏又不让人觉得违和。因为在他的语境里，鱼本来就是粉丝的隐喻，而钓鱼这件事也就被赋予了一层温柔的情感延伸，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很奇妙的画面。他坐在湖边安静垂钓，而水里的小鱼们就是那些在各自生活里努力、快乐的果果们。偶尔被钓上来的那一刻，就像是在现实世界里与他产生了一次短暂却珍贵的交集。这种理解方式，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放大他话语里的善意。他希望粉丝自由，而粉丝却愿意在这种自由里主动靠近他。从现实角度来看，钓鱼本身也确实很适合程毅这样的性格。他需要耐心，需要专注，也需要长时间的安静等待。在高强度拍戏和频繁曝光的工作节奏中，这样的活动正好可以成为一种情绪出口，让人慢下来、沉下来，暂时从喧闹的环境中抽离。对他来说，钓鱼可能不仅仅是兴趣，更像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，在水面波纹之间重新找回节奏，在等待上钩的过程中整理情绪与思绪。而对于粉丝来说，这件事被赋予了更多一点点甜的想象空间。当他说希望你们像鱼一样自由，大家却会忍不住补上一句：“那我也想成为那条被你钓到的鱼。”这种带着玩笑意味的回应，其实正是双向情感的一种体现。他在认真的祝福，而他们在温柔的靠近。说到底，这件事之所以会让人觉得特别，并不是因为钓鱼本身，而是因为它赋予了这个行为一种很柔软的意义。他希望你自由，但你依然愿意向他游去。也许这才是最动人的地方。